如果我跟你说有一个角色有着大班的盖帽能力，有着含蓄的3分准度，又有着后卫的突破动作模组，你信吗？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台湾二男。今天我们又来开箱的就是 Victor Wembanyama， 号称外星最强的篮球员。虽然他目前在 NBA 的生涯还没有太过辉煌出色的成绩，但是你光看他的这个劲爆体质，以及他目前在 NBA 赛场上面只要健康的状态下的影响力呢，你就会知道这个人基本上没有名人堂，也绝对有超巨的一席之地。这个人就是 Victor Wembanyama 啦。好啦，那么因为是测试服啊，所以老样子，今天这部影片的所有内容都是测试伺服器的内容哦，绝非正式上线的效果，还请各位特别注意哦。各位等一下，这部影片看到这个地方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支影片，我们的 Jrue Holiday 老实说的那部影片当中，我有跟大家说，如果你正在看这部影片，并且你想要让自己变帅一点的话，请你按下订阅那颗按钮。但是我后来在后台查看的时候，我却发现仍然有50%的观众看过那部影片的，却没有按下订阅这个按钮。这个就不禁让我思考，是不是大家都不是那么想要变帅呢？好，没关系，那我们这一次换个说法，如果你想要变得大一点的话，那么你就直接按下订阅那颗按钮吧。还有什么？你说哪里变大？当然是胆子变大啊！你在想什么东西？嘿嘿 ，got you。好啦，不耍花招了，还是诚恳的要跟大家道谢哦。上一次自从那部影片讲到请大家订阅开始呢，当下那支影片的订阅数就增加了242哦，所以非常感谢各位，你的支持，你的订阅就是我继续创作影片的最大动力。所以这部影片再麻烦各位想要变大一点的，就直接按下订阅那颗按钮咯。好了，那么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进正题吧。开高了，爽就站起来啦！点进来看这部影片的你呢，如果你使用的装置是移动装置版本的，别忘了在下方帮我热推一下，让更多人都可以看到这部影片哦。好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人物模组还有例会。那这个人物模组呢，我是觉得真的挺还原的。一开始我看到它的预览图的时候，我还以为它会把它做成肌肉棒子，但是实际上看到这个模组呢，我还是相当满意的，因为有把它那个瘦瘦高高、细长四肢的感觉所描绘出来哦。那这个例会自然不用多说，一向都是最还原的啦。再来我们看看属性哦，在满强化的状态下，3分可以到达105，篮板137，特别是盖帽来到143啊，哇！这个应该是目前盖帽最强的球员了。那我们把它拿来跟 Ben Wallace 来做个属性对比看看。没错，盖帽呢，它应该是所有角色当中最高的，达到了143，是比起 Ben Wallace 还要再更高啊。LeBron 的盖帽就只有121而已，所以他应该是目前全游戏盖帽最高的角色。好，再来我们跟个空间型的中锋相比，含蓄的3分是101，他可以到达105哦，所以他应该也算是目前所有的中锋这个位置上面3分数值最高的球员了。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Porzingis 也算是一个空间型中锋，但因为是兹卡的关系，我估计应该是不会这么高。没错 ，Porzingis 的3分就只有73而已哦。什么？你说 Towns 没有比他高吗 ？Towns 是大前锋，当然不能算了。好的，现在我把潜能呢带到22篮板、223分的套装，那3分是可以来到127，加上正式上线之后的时装的3点，应该可以来到130的整数。那篮板最多可以到159，那如果再加上时装的话，也可以来到160，所以这个数值都是设定的刚刚好哦，还不赖。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它的技能说明吧。他的大招呢，就是一个双形态的大招，在防守的时候呢，它是抓帽；那进攻的时候就是3分。那另外呢，在满足特定的条件下，你的这个大招会变成天赋转换这个技能。那所谓的满足特定条件呢，就是看它的被动技能了，也就是它的铁臂或者是强攻的层数，这个我们等等再说哦。那另外，它这个大招很特别的地方是啊，如果说你是用3分的大招，假设你顶出去了，没有进，你是可以再冲进去做补扣的。就像你在画面上面看到的一样，冲进去做补扣，或者是抢板。好，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一些关于它被动技能的加减的条件。但是这个呢，我们现在先不看，因为你现在光看这样子是看不懂的。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下一个，它的被动技能炸裂天赋。那么首先它就给了2个无条件的 buff， 那就是5米以内的非负角度区域扣篮触发概率增加100%。那再来呢，就是它的受干扰范围也减少，投篮可被盖帽范围小幅减少。哇，这个好像之前没有任何一个角色有投篮被盖帽范围减少的这个技能哦。我记得之前的角色应该都是
就是可被盖帽的角度减少。还记得上一支 Jrue Holiday 在一开始测试的时候，他说被盖帽范围限于120度嘛，虽然后来那个砍掉了啦，不过这个被盖帽范围倒是第一次见到。不过这个我觉得在文本亚马这样子的身高身上也相当合理啊。那他本身的篮板还有盖帽范围呢，都是小幅增加的。那么接下来就要讲到他的被动技能了。在比赛一开始的时候，他会获得1层强攻和1层铁壁，上限到2层，然后每30秒他会获取1层强攻和1层铁壁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强攻或者是铁壁对于这个角色有什么样的 buff。当我的强攻层数只要大于0的话，它就会触发以下这一些 buff。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受干扰范围减少，然后中投命中率大幅增加。所以照这样来说，他的中投数值给到98，应该可以再多进几球。那被盖帽范围呢也会小幅减少。那另外呢，投篮出手的时候受到非起跳防守人的干扰率大幅减少，也就是说，如果我想要用踩的去干扰他，那是很有可能会被顶进的。如果你在这样的状态下出手呢，他就会直接消耗掉1层强攻哦。再来是防守的时候，当你的铁壁的层数大于0，它可以使用一个叫做连续封盖的技能。那所谓的连续封盖就好像是大班一样的2次起跳，不过它好像又更快了一点。等一下后面我们在练习场的时候会展示给各位看。那盖帽角度呢也会增加到360度哦。那另外呢，滞空篮板也就是它的篮板技能啦，抢到的时候就会消耗1层铁壁哦。所以呢，你必须要在抢板跟盖帽之间呢去斟酌选择。那这个就是它的被动技能啦。好了，再来就是一些小招式啦。长臂轻扣就是它的一个简单的扣篮技能啦，如同下图所示，像这样，OK。但我觉得这个有点不还原的是，它应该要做成不怎么跳才对啊，它这个有点跳太高了。我没办法在扣篮的时候几乎都是没有跳的，对不对？好了，那这个常人后卫呢就相当牛逼啦。各位可以看到它可以连续进行2次的突破，而且突破的范围都算蛮大的哦。那并且也可以接炸球后撤和对抗转身，所以它切到内线可以去使用对抗技能。那如果你想要往外切，它也可以使用后撤，哇，算是挺强势的哦。那基本上这个如果说你是对位的中锋，假设你只要被他干到一下，接着他直接后撤，哇，那就是直接分数没了。那关于他的突破是怎么样的动作模组，等一下我们在后面练习场的时候也会带各位来看一遍。好，接下来这一个全能终结的技能呢就很简单，你在突破完之后，你可以选择后撤出去打3分或2分，或者是呢直接切进去做一个上篮或扣篮之类的。像这样对抗完之后后撤中投，或者是对抗进去打上篮都可以。但是这些技能啊，如果说你想要能够享有受干扰范围减少，还有中投命中大幅增加的这些 buff 的话呢，你必须要有强攻这个被动，你才能够发动以上这些 buff。那并且呢，它还能够做拜佛啊。后撤跳投的时候还可以假动作合球盾拜胯下突破，哇，这个就相当厉害了。我们等一下再来试试看。好，再来这个连续封盖呢，就是像大班一样，它可以连续起跳。那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第一次起跳时间是相当短的哦。那这个估计跟大班的比起来，应该是再更短一点的。好，那么你可以看到啊，在这个技能说明当中，它有讲到盖帽角度是240或是360。这个的意思应该是说，当我在没有铁壁的这个被动的状态下呢，我的盖帽角度就是240度。那如果我有1层铁壁就好了，那我的盖帽角度就会变成360度，并且呢，我在落地之后呢，我的盖帽角度还是360度，再进行第2次的起跳盖帽啊，哇，这个真的是有点东西啊。再来就是滞空篮板啦，就是他给了他的一个篮板技能。那这个就没什么特别的了。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他的天赋里面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技能效果。好，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个解放天赋的第一个啊，绝对领域，哇，这个是一个很强的技能啊。它的盖帽可触发时间加 0.1秒，0.1秒，很夸张，等于说它的那个盖帽的帧数就整整比人家多了 0.1秒。再来呢，它也是有一个可以接球空接的技能的，这个速度看起来不算快，但是对于一些如果出去补防的中锋漏掉里面的话呢，这应该算蛮好打的。好，再来各位，他也给到了你接球启动的技能啊！哇塞，7尺长人中锋给了你接球启动啊，这个会不会他妈太离谱了？大家不用玩啦，什么鬼东西？还有接球速投 ，Holy shit 啊！大家不用玩啦，含蓄可以洗掉啦，要含蓄干嘛？
对不对？要抛卡兽干嘛？对吧？通通中锋都洗掉啦，玩它就好了。哇，有够舒服。然后如果你有铁臂的话，你还有一个协防加速，等于说你加速扣掉了，你还有一个加速，有点东西哦，老哥。好，最后一个制空补扣，它是可以补扣的啊。Oh my god， 等于人家能做的事情他全做啦。然后它可以。我操，这他妈含蓄啊 ！OK， 等于就是懂了，大班加含蓄凑在一起，嘿嘿，稳本亚嘛。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徽章以及伙伴的部分。OK， 第一个徽章呢，在消耗强攻出手被动的时候呢，3分远距衰减可以减 6%， 然后完成得分的时候助攻时获得 33% 强攻充能，盖帽篮板干扰可以获得铁臂充能。OK， 简单来说就是减10秒的意思啦，因为我们刚才说每一层就是要累积30秒嘛，那 33% 就是10秒的意思。哇，那这个一徽章对他来说基本就是必要的，因为这个角色太吃重被动了，所以这个一徽章我认为是必要的啦。那再来第一个花式给到转体投篮，那第二个徽章呢，就是让他的篮板更好抢，那这个3分加5我觉得也是必要的啦。那再来第二个花式是空中换手砸扣啊，这什么东西？等一下我们来看看。好，再来第3个徽章呢，这个就可以让他去打错位了，空位分位小前，抗干扰率加 10%， 然后突破的时候对大前和中锋晃动率加 10%。那最后就是给到了一个霸气摘板，这个好用啊。好，伙伴的部分呢，有篮板、盖帽、3分，那我是觉得到时候应该还是带篮板，毕竟中锋呢抢篮板还是他主要的工作。但如果你真的要把它拿来打1号位的话，那带3分也不是不行。好啦，那么事不宜迟，马上我们就来进练习场，来看看这个角色操作起来有多舒服吧。好，那各位可以看到，现在我站在这边呢，底下这一条就会慢慢累积。那右边这个红色，我估计应该是强攻，左边这个绿色就是铁臂哦。好，我们先来试试看它的一些突破动作。哇，这个突破，这啥东西啊？这个也太……你说这是一个7尺中锋吗？我不信天哪，这个就是中锋的皮，后卫的骨啊！我们看一下，他如果说接球突破，然后打后撤3分的话，接球突破后撤打个3分，哇，这个动作也太灵活了吧，好爽哦！哇，而且他的突破超级多段呢，你敢信给到一个中锋6、7段突破？我们来看一下最多能几段突破好了，来，1、2、3、4、5、6。OK， 懂了。我们来试着切进去打内线吧。1、2，后撤，切进去打内线。OK， 好爽！这个人家怎么跟？这突破速度超快这不是在开玩笑1、2、3，拜佛，切进去，来打个内线，灌篮，舒服啊！好，顺便来看一下花式是怎么样，空中换手砸扣。OK， 像这样，就是空中换手砸扣。OK， 我们抓到一个起手招了，突破，后撤进去，花式，帅！哇，这很快，其实超快。这个基本上你不往内缩，基本一定跟不到。好，先给大家看一个比较夸张的，就是他的篮下对抗。各位看假设我今天对抗到他的话，我可以这样子后撤，然后直接后撤到3分线去。我操，我他妈直接从篮下后撤到3分啊，杀小啦！那另外呢，你也可以注意到，当我突破完之后啊，我也是可以去做拖一步的，有没有？这个有点像是 SGA 或是 Haliburton 一样，我突破完，对不对？一个突破，拖拍步，这样子突破，往一个反方向再打，有没有？哇，这个灵活度真的是很高它大概是目前中锋里面算最灵活的一个了，有没有？我突破完，然后我再反打，打个后撤，哇，这个专门扛那种脚程很慢的中锋，加速扣掉，那基本上就是漏烂了。然后另外他有着这一手补扣，那大家可以看这个补扣动作，很帅他是背扣有没有看到？来出去，补扣，哇，这个手感很好好了，进攻基本上大概就这样了，就是一个灵活度非常高，而且什么事都能干的中锋啊！哇，这个真的是进攻部分就已经很强势了，但是他的防守好像也超级强的我们来看一下防守吧。好了，刚才前面我们都有跟各位一起看过技能的说明部分了，对不对？那我们都知道它是可以2次起跳盖帽的，那它这个2次起跳盖帽的这个 tempo 大概是这样，1、2，有没有？这速度超级快哦！短音，有没有？哇，很快这个比 Ben Wallace 还要快。我们来看一下，跟 Ben Wallace 比较起来，大概是什么样？好，画面的左边呢是文贝亚马，右边就是 Ben Wallace。
Ben Wallace 真的是比较慢一些。OK， 所以这样看来，他就可以去冒到一些那种比较慢的1、2点了，而且冷却还要35秒。那文本亚马是只要有被动就可以了，超离谱啊！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测试一下他有没有办法去盖到一些有1、2点的角色。那我刚才测试过了哦，基本上呢，如果像是 Jaylen Brown 或者是 Jason Tatum 这一些1、2点比较快的角色呢，基本上是绝对冒不到的。但如果说稍微慢一点的角色，就有办法冒了。比方说像 Durant 的大招，太爽了，一拍盖到了，再盖2拍，哇，舒服。Embiid 的上下步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哦？针对大头鱼，我们制裁大头鱼，还敢上下步啊？来，我们看一下能不能一个人盖2点。可以，大头鱼你死定了！皮呀，大头鱼。好，再来 Nowitzki 的大招，我们也来试试看。来，第一拍先跳 ，OK， 可以，没问题，他也能一人冒2点，有料。再来 Luka 的大招也是一样。可以，这可以，稍微慢一点就可以了。再一次，可以呀，老哥。OK， 大家都不用玩啦，都给他玩就好啦。好，那 Durant 的横向跳投，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冒到了，可以一个人冒2个，有料。哇，这样子看下来，进攻顶，防守也顶。我不知道这游戏要怎么玩了。好啦，整体使用下来的心得呢，我觉得这个角色的强度呢是挺超薄的，不管是进攻的强度也好，或者是能够自己一个人冒2点的角度也好。但是说真的，自己一个人冒2点的那种情况其实并不多啦。但主要还是在他的盖帽技能本身就还蛮强势的情况下，还给了他一个2次盖帽的机会。哇，那我觉得这角色真的是有点东西，我只能这么说。当然呢，老话一句，今天这部影片的所有内容都是测试伺服器的结果，所以呢，能不能够真的走出去，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个人非常期待这个角色在正式推出之后，会对游戏环境造成什么影响哦。基本上到时候呢，我是预计要把我们的轻巧3分拿去融掉了啦。抱歉了，含蓄，我只能说这角色真的太香了，永别了轻巧3分。好，那么今天这部测试服开箱的影片 Victor Wembanyama 就到此告一个段落啦。感谢各位朋友今天的收看，我是台湾男，我们下部影片见，大家拜。